商务部15号宣布，就美国通胀削减法、新能源汽车补贴等措施，向世贸组织提出设立专家组请求。近年来，美方推出大量带有歧视性、保护主义性质的补贴措施，人为设置贸易壁垒，严重扰乱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供链，对多边贸易体制权威性带来挑战。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15号表示，为维护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权益，3月26号，中方将美国通胀削减法有关新能源汽车补贴等措施诉诸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由于美方在60天内未能与中方通过磋商达成解决方案，7月15号，中方向世贸组织提出设立专家组请求。按照世贸组织规则，专家组将按照诉讼程序对案件进行审查并作出裁决。2022年8月，美国总统拜登签署了总价值约为7500亿美元的通胀削减法，其中近4000亿美元被计划用于补贴应对气候变化和能源转型领域。相关实施细则凸显出严重的歧视性和保护主义。例如，新能源车企业享受法案下税收抵免等补贴的前提是必须使用来自美国及其自贸协定伙伴国的产品，以及在北美总装等。这种做法实际上排斥了中国等世贸组织成员的产品，人为制造了贸易壁垒，给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带来了不公平的竞争环境，阻碍了产业的进一步发展。中方因此向世贸组织提起诉讼。有分析指，提出设立专家组的请求意味着中国苏美通胀削减法世贸争端案正式进入诉讼阶段。值得高度关注的是，中方依照世贸组织争端解决程序正常行使权利，不仅展现了中国政府积极运用国际法治手段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权益的坚定决心，也为其他成员在相关问题上对美表达关切，共同捍卫国际经贸法治提供了契机。美国的通胀削减法案，它肯定是违反了世贸组织的一个非歧视原则，是不利于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这样的一种合作的做法。针对美国的这样的一种单边措施呢，那么中国仍然是从这个世贸组织多边贸易体制的这个框架之内，对美国发起这样一种争端解决的程序。这个也是体现了中国对多边贸易体系的尊重和支持。这个和美国的单边主义做法是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据香港南华早报16号引述知情人士报道，一批重量级美国企业高管将于下周前往北京，与中国政府高层举行会面，展开沟通。报道称，此次访问将由总部位于华盛顿的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组织，参加的美企包括高盛、星巴克、霍尼韦尔、联合健康、耐克和高通等。深圳卫视注意到，即将访华的美企涵盖高科技、零售、餐饮、健康等多个领域，均拥有庞大的在华业务。时隔13年，被欧盟视为叛逆者的匈牙利再次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掌舵的第2天，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紧锣密鼓的外访，为俄乌冲突斡旋。这场穿梭外交招来了欧盟成员国的冷眼相待，包括冷落匈牙利接下来作为轮值主席国主持的一系列会议。那作为欧盟和北约成员国的匈牙利，为何违背主流政策，坚持俄乌和平谈判呢？欧盟围绕俄乌冲突的博弈又会如何收场呢？欧盟委员会15号宣布，由于匈牙利担任欧盟理事会主席国以来的一系列举措，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决定不派高级官员出席匈牙利主持的理事会会议，仅在理事会非正式会议上派高级公务员代表出席。这也被外界看来是一种降级处理。欧盟外交官还透露，欧盟机构领导层另一个重要人物，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将在8月底欧尔班召开欧盟外长非正式会晤的同时，召集各成员国外长参加正式的外交事务委员会会议，从而阻止他们前往匈牙利。美国政治新闻网称，按惯例应在轮值主席国举行的欧盟外长非正式会晤，本是欧尔班扮演欧盟大外交家的良机，但大多数欧盟国家不愿意为他捧场。英国金融时报援引欧洲官员的话指出，有人甚至私下提出抵制在匈牙利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期间举行的所有部长级会议，或是完全剥夺其轮值主席国地位，这些都是前所未有的举措。我们很遗憾的是看到了欧盟它在乌克兰危机以及对俄政策的立场上，还是秉持了一种政治正确的这种态度，以及一种价值观跟所谓意识形态对抗，基于这样的一个前提，那么将在军事上面帮助乌克兰取得所谓的这个胜利，将俄罗斯逼到谈判桌，作为他们解决问题的这样的一个立场的方法。对于欧盟的孤立行为，匈牙利方面批评这是赤裸裸的政治偏见。匈牙利欧盟事务部长博考表示，欧委会不能挑选他想要合作的机构和成员国。
触发欧盟内部近期对匈牙利针锋相对的原因是，欧尔班这半个月来未获欧盟授权的穿梭外交。7月1号，匈牙利刚接任欧盟轮值主席国，第2天，欧尔班就展开了针对和平解决俄乌冲突的外访，在半个月内先后访问乌克兰、俄罗斯、中国和美国。匈牙利总理首席政治顾问巴拉兹表示，欧尔班已向欧洲理事会领导人书面通报了近期谈判情况、第一阶段维护和平的任务以及匈牙利的建议，称关于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和平计划已摆在欧盟所有成员国领导人的桌面上。尽管匈牙利的穿梭外交努力被欧盟所冷落，但乌克兰方面在推动举行第2次和平峰会上的举措出现变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表示，乌方目标是在11月制定出一个完全成熟的计划，并据此举行第2次和平峰会，并表示俄罗斯的代表应该参加。而11月也是美国总统大选投票的时间。特朗普此前曾多次表示，如果再次赢得美国大选，他可以在24小时内解决俄乌冲突。15号，泽连斯基称，如果特朗普最终赢得大选，乌克兰将与之合作。16号，据一位参加美国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的共和党高级官员透露，特朗普准备在没有中间人的情况下就解决乌克兰危机，与俄总统普京进行对话。俄媒称，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强调，俄罗斯仍对任何有关乌克兰问题的对话持开放态度，包括有中间人参与的对话，但前提是必须实现俄自己的目标。为期4天的美国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开幕，会上正式提名特朗普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随之宣布选择俄亥俄州联邦参议员万斯作为竞选搭档。酝酿超过半年时间，释放有关副手的多个烟雾弹后，特朗普为何最终选择了万斯呢？特朗普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首日现身，这也是他遇袭受伤后首度公开露面。特朗普右耳缠着纱布，进场后与参加者握手，之后走到他的竞选拍档俄亥俄州参议员万斯身边。万斯在社交媒体 X 上发帖称：“我满怀感激，能与特朗普前总统一起竞选，深感荣幸。”早在今年初，特朗普就多次暗示马上公开自己的副手人选。美国媒体也列出了热门人选名单，万斯榜上有名，但没有被舆论排在第1顺位。为何他能够最终脱颖而出，引发外界高度关注？万斯1984年8月出生于俄亥俄州，自小父母离异，母亲患有严重的毒瘾，由外祖父母抚养长大。高中毕业后，他加入了海军陆战队，被派往伊拉克从事公共事务工作。毕业于耶鲁大学法学院的万斯，在从政前在风险投资领域工作。事实上，这名80后参议员有着多重身份，既是律师、风险投资家，也是畅销书作者。2016年，万斯出版了回忆录《乡下人的悲歌》，讲述了他在美国铁锈地带的艰苦成长经历和该地区白人劳工阶层的生活挣扎。很多人都认为这本书解释了特朗普在当年的选举中获胜的深层原因。值得注意的是，在特朗普寻求连任的2020年，这本书被搬上大荧幕，进一步为万斯打开了知名度。I know I could have done better, but you got to decide you want to be somebody or not. 据悉，特朗普是在社交媒体发布副总统人选消息前20分钟才致电万斯，询问他是否愿意出任副总统。这点，万斯在接受媒体相关采访时也得到了验证。When the president called me today to actually formally offer me to become, the vice presidential nominee, which just sounds crazy. My 7-year-old son, was sort of making noise in the background. I'm getting so embarrassed. But then he actually has me put my 7-year-old son on the phone. It's a moment I'll never forget. 万斯在采访中也再次回应了自己过去攻击特朗普的黑历史，并为自己进行了辩解。I bought into the media's lies and distortions. I bought into this idea that somehow he was going to be so different, a terrible threat to democracy. President Trump did a really good job. And I actually think it's a good thing when you see somebody you were wrong about him, you ought to admit the mistake and admit that you were wrong. 消息人士透露，特朗普原本对副总统人选一直犹豫不决，直到最近，他和自己最亲密的顾问2个儿子私下会面，讨论竞选搭档的问题。据悉，万斯与小唐纳德·特朗普私交不错，因而关键时刻被力荐。外界分析，鉴于万斯在铁锈地带的小镇长大，可以有效吸引工薪阶层选民，以确保摇摆州俄亥俄州的关键选票。另外，万斯的妻子乌莎·齐卢库里是印度移民的后代，可以吸引少数族裔选民。
还有学者认为，万斯的政治信念是将孤立主义与经济民粹主义相结合，这与特朗普的政治信念相合，并使两人与共和党的保守派产生分歧。此外，正当壮年的万斯也有助于为共和党的这场竞选注入年轻的血液。Part of the reasoning was because J.D. Vance had secured relationships with a number of Silicon Valley tech moguls, including David Sachs, who's speaking later tonight. This was a huge coup for Donald Trump. This is a world that he had never really ventured up into. 80后的万斯如果胜选，将是美国史上第3年轻的副总统。外界认为，他能与78岁的特朗普以及竞逐连任81岁的拜登的高龄形成强烈对比，甚至有望4年后代表共和党角逐总统。And in choosing such a young person to be on the ticket with him, there's an unavoidable implication that Trump has sort of chosen an heir, chosen someone to take the mantle of that MAGA movement and go forward with it. 不过，虽说是新一代保守派的代表，冉冉升起的新星，但万斯的政治经历仅2年。最新的民调显示，66%的登记选民根本不知道万斯是谁，或不知道该如何评价他。美韩两国日前签署关于朝鲜半岛核威慑与核作战指南。韩国总统尹锡悦称，美韩同盟已升级到以核为基础的关系，美国将特别部署核资产，执行朝鲜半岛任务。韩国总统尹锡悦16号在首尔龙山总统府主持国务会议时表示，美韩同盟已提升为真正以核为基础的同盟关系，以更加有效地应对朝鲜的核威胁。他说，无论是战时还是平时，美国都将特别部署核资产，执行朝鲜半岛任务。目前，美韩已建立起了能够敏锐有效地应对朝方任何形式核威胁的态势。外界注意到，尹锡悦上述表态是基于他与美国总统拜登11号在北约华盛顿峰会期间签署的美韩关于朝鲜半岛核威慑与核作战指南。这份文件指出，如果朝鲜对韩国实施任何核攻击，都将面临立刻压倒性果断的反制措施。双方商定，今后推动美韩核咨商小组各项工作迅速取得进展，包括扩大保密程序和情报共享、核协商程序、核武及战略计划，必要时韩国常规武器为美国核作战提供支援等。值得注意的是，这是美韩双方首次明确处理朝核问题可使用美核武。去年4月，美韩发表华盛顿宣言，约定美对韩提供核保护伞，建立美韩核磋商小组机制，增加朝鲜半岛周边包括战略核潜艇在内的战略资产部署。短短3个月后，美韩核磋商小组机制首次会议召开，美战略核潜艇时隔42年停靠韩海军基地，被视为美向韩提供延伸威慑的具体体现。韩国国家安保室第一次长金泰孝在文件发表后宣称，美韩一体化延伸威慑体系意味着将美国核武和韩国尖端常规武器相结合，同时威慑和应对朝核威胁。金泰孝说，这是首次在文件里明确写出美国核武将执行朝核威慑和应对相关任务，这意味着美韩同盟的基础从常规武器升级到核武。这一次出台这样一个联合声明，一个大的环境的判断，认为来自于朝鲜所谓的核威胁增加。因此我想从韩国、从美国，接下来呢一定会加强针对朝鲜的像联合军演，包括双方的相应的一些军事安全的合作，包括比如说军事的访问，甚至在韩国部署相关的战略资产。那么这样一来呢，我想必然会刺激那么朝鲜呢应该说加大对韩美相关的一些威慑行为，提升自己的战略武器的能力，尤其是核武器的能力。对于美韩在北约峰会期间签署的最新文件，朝鲜方面强烈不满。朝鲜国防省发言人13号发表谈话表示，文件企图通过实现美国核战力和韩国常规兵力一体化，来推进针对朝鲜的核战争准备。美韩此举导致地区军事紧张，局势濒临极限。朝鲜坚决反对和谴责，朝鲜军队将以强有力态势遏制核战争，坚决保障国家安全。而朝韩关系近期也因气球大战再生波澜。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部长金宇正16号发表谈话称，朝方当天又发现了29个韩方投放的装有反朝物品的气球，朝方对此予以严重警告，称韩方要做好为此付出代价的准备。这是金宇正3天内第2次就此事发表谈话。14号，他谴责韩国通过气球向朝鲜投放反朝宣传单。当天，朝鲜还公开了疑似反朝传单的物品落在朝鲜境内的照片，以
及烧毁疑似与反朝传单一起落入物品的照片。韩国统一部发言人15号针对朝鲜预告的报复措施表示，韩国政府已明确表示将采取令朝鲜难以承受的措施回应其垃圾气球挑衅。韩联社称，金宇正发表的谈话和销毁对朝传单举措是针对韩国发出的威胁信号。面对朝鲜的这些威胁，韩国政府仍坚持不禁止民间团体对朝发送传单的立场。朝韩的气球大战可以追溯至几十年前，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朝鲜和韩国都在自己的宣传活动中使用过气球。2020年，韩国议会通过了一项法律，将向朝鲜散发传单的行为定为犯罪。这项法律于去年9月被驳回。此后，韩国方面的气球放飞活动开始增多。自今年5月以来，朝韩开始新一轮你来我往的气球大战。韩国发出的能够将传单和电子扬声器传播到边境以外数百公里的智能气球受到舆论关注。这些所谓的智能气球使用3D 打印机和网上采购的部件制造而成，有时还配备了 GPS 追踪系统，每个造价高达1000美元。智能气球充满氢气，高达12米，底部可携带达7.5公斤的有效载荷。大多数气球都装有预先设定好的装置，可以根据预期的飞行路径、风力和其他天气条件，每次分发25张传单，一次飞行可分发1500张。特朗普遭遇刺杀后，似乎有了后福。当地时间15号，特朗普机密文件案指控被驳回，他的法律困境迎来了转机。另一方面，拜登在最近几场专访中，坚定重申将继续参选，他能顶住特朗普的挑战吗？大难不死的特朗普似乎迎来后福。据美联社15号报道，佛罗里达州一名联邦法官当天驳回了针对特朗普的机密文件案，并支持辩护律师的说法，即提出指控的特别检察官是由司法部非法任命的。几个小时后，特别检察官杰克·史密斯的办公室表示，将对该命令提出上诉。分析指，这可能导致该命令最终被更高一级的法院推翻。但至少就目前而言，美国联邦地区法官的驳回让这起刑事案件戛然而止。当初提起诉讼时，这起案件被广泛认为是特朗普面临的所有法律威胁中最危险的。Are the 40 counts that Donald Trump was facing? This was for the mishandling of classified documents and obstructing the government's investigation. 40 counts there in Florida. He no longer faces, totally dropped. 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表示，这次裁决只是第一步，并认为其他刑事案件也应被驳回。特朗普并再次指责这些司法案件是政治对手拜登干扰他的选举，呼吁结束司法部门的政治化。此案之外，特朗普还面临3起刑事案件。今年5月，他在纽约的封口费审判中被判有罪，但在最高法院的一项意见赋予前总统广泛的豁免权后，判决被推迟。这一意见将导致另一起指控特朗普密谋推翻2020年大选结果的案件的审判被推迟。在亚特兰大提起的另一起颠覆选举案也被推迟。现在这个案子被撤销的话，那么应该说是特朗普的一个重大胜利吧。这也会印证他的支持者们一直所认为的这个民主党方面的不遗余力的来利用司法来打压他，那么现在撤销了，证明他是清白的。另一方面，美国总统拜登也相应调整竞选策略，不再言辞激烈地揪住特朗普的黑料不放。深圳卫视注意到，拜登一连好几天密集接受多家美媒专访，试图重塑自己的良好形象，并将更多的重点放在阐述政策上。在最新一次专访中，主持人问及拜登曾于民主党捐助者的会议上称要将特朗普置于靶心的言论是否构成威胁。拜登承认他使用靶心一词为犯错，澄清他并非一尺瞄准，而是指要切中要点。Focus on him, focus on what he's doing, focus on his policies, focus on the number of lies he told in the debate. 话对他来说就是减分的但他又不得不说，你这句话确实是说过的这个英文是很清楚的，靶心这个词是他用的。专访中，拜登还提及了自己的年龄问题。他说：“我是老了，但我其实只比特朗普大3岁。” I am. I'm old, but I'm only 3 years older than Trump. Number one, and number two, my mental acuity's been pretty damn good. I've gotten more done than any president has in a long, long time in 3.5 years. 值得一提的是，拜登还同意9月与特朗普再次进行辩论，并重申不会退选，除非我被火车撞了。Some people are concerned that maybe you shouldn't be in this race. Are you 100% undoubtedly running for re-election? 1,000%. 我觉得他现在就是面临着2个结果，要么就是硬着头皮撑下去要么就是换人。这2种方式其实对民主党来说
都已经不是能够有好的预期的这种方式了。